我好了，你进来吧。哇，美人风采动人，吾见之，甚为心折。 我的衣服呢？为什么要我穿成这个样子啊？我的衣服呢？你的衣服都脏了，穿出去多不合适啊！你穿这件，不挺好看的吗？行了，别看了，走吧。哎，你要顶着这头发出去啊？不然呢？ 来，我给你梳个头发，坐下。我给你梳个头发啊。阿宇啊，你知道的，我最看不得别人糟蹋美人了。说，想梳个什么头啊？十字髻、飞天髻，还是凌云髻？弄成这样的，堕马髻也挺好看的。哎，给你梳了这个头，你就要老实点，不然一会儿就震散了。谢公子啊，就算你是会给美人梳妆打扮，也用不着拿我来练手吧？鄙人胸无大志，既不想文成，也不想忤就，就想给以后的媳妇儿啊做个簪花梳头的丫鬟。怎么样？真难看。不挺好看的吗？哎，我说你，干嘛总带着它呀？这好不容易打扮一番，还非得遮住，真是犹如锦衣夜行。我嫌丑。行，你也别光顾着吃了，再吃啊，这刚给你卸的衣服就该撑破了。你还说呢，都是你接这么一身衣服，穿得我别扭死了。不是挺好看的吗？但是我说啊，你也别光顾着吃，此次大难不死，可要好好思过，以后还逞强吗？喂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啊？知道了，我不逞强，但我也不示弱。如果遇到不平的事，我还是会管的。唉，只可惜我现在的武功实在是太弱了，我还得再练练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如果说高手分九流的话，你将青龙主堵在一个小窄道里，杀了他的人，还能全身而退。所以我也算是高手。算，虽说呢占了对方轻敌的便宜，但是啊，你手上连个趁手的兵刃都没有，能做到这一步，证明你现在的功力足以跻身二流。二流？嗯，
只可惜你这个二流啊，就是运气有点不好。满世界的喽啰你没有碰上，碰上的全是叫人闻风丧胆的大人物，显得有些狼狈。你一个写小曲儿的，会唱就行了呗，怎么还牛起来了？但是呢，倒也不必洋洋自得。这武道如攀山，一重过后还有一重。世上还有不少的一流高手，譬如一些名门前辈。祁门的道长，霍家堡的堡主。不错。这一流之上的是顶尖高手，凤毛麟角。不管名声怎么样，但是只要说出去，武林必然如雷贯耳。那这么说，我这二流也算是不错。那地煞、四象的人，他们算不算是顶尖高手？穆小乔算，青龙主不算，沈天树算，裘天剑那样的，恐怕就够不上了。青龙主位列四象之首，是因为他手下有一帮能打能杀的狗腿子，而且心机深沉，小花招层出不穷。这种人啊，十分危险，一不小心就能要你小命。但你要说他是顶尖高手，恐怕不必说别人，四象里的其他三位就要嗤之以鼻。这顶尖高手之上呢，是宗师级别的人物。你可知道这二者区别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等啊！我说，这二者的区别啊，就是顶尖高手呢，每一代都有，但宗师级别的人物就不一定。枯荣手那对师兄妹，剑走偏锋，亦正亦邪，且二人分一步绝学，稍稍差一点。北刀关风早已隐退，留下个徒弟尚未成名，已经陨灭，也稍差了一层。但是山川剑呢，是武林无冕之尊，难道开宗立派，补全绝学？这俩人却是实打实的堪称一代宗师。20年前，武林人才辈出，正是极盛之时。有多少绝学重现人间，又有多少义士仍叫人津津乐道？只可惜啊，这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太命短了，一阵风的功夫就过去了。是啊，山川剑和我外王先后亡故，枯荣手失踪，北刀锋刃。后来者如我娘，她也被风雨飘摇的48寨的繁杂事务所累，到现在也没什么记忆。而且日后再向前一步，恐怕也不容易了。沈天树穷凶极恶地袭击霍家堡，随后又到处寻找霍家腿法，也是因为想再上一层楼。只可惜，这种人手段龌龊，心术不正。我看他还是趁早拉倒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光会舞刀弄枪有什么用？
我在这乱世闯荡了这么多年，才算明白，对于民众来说，吃饱穿暖才是头等大事儿。我看那个也要收摊了，替我送他一程吧，给多给少，随你心情。你自己还穷困潦倒的写小曲儿呢，怎么走哪儿都仗义疏财啊？身外之物，权宜之计，不能没有，但也没有那么重要。不如红尘相逢的缘分珍贵。拿去吧。是谁刚刚说吃饱穿暖是头等大事啊？怎么这会子就成身外之物权宜之计了？怎么担心我受穷啊？我行走江湖这些年，可是攒下了不少赚钱的本事。怎么样，跟我走一圈？这什么买卖糊口的就全会了。我不想瞎晃悠了，我想回家。我想知道我娘他们怎么样了。48寨，你是刚从3道真气下捞回半条小命，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？你娘做大当家这么些年，名声可不是吹出来的，你就放宽心吧。好吧。您辛苦了。哦，既然姑娘给了钱，便点一曲吧。哦，我不懂这个，我没听过什么小曲儿，不点。哎，小孩子家不懂什么好赖，要不您给他说个热闹点的故事，让他听听睡觉就行了。哦，那我便说一段实事。道听途说，不见得是真的。博诸君一笑。今日耳闻与敌军交界之处，着实出了几件大事，还有一位不得了的人物。据说此人是一位女侠，隐居深山，习得神功在世，一露面就十分了不得啊！了不得的女侠，一出关呐，还在交界的遇到附近，了地煞攻打，会不会是段九娘啊？包围了华容。这城里的百姓，那是人心惶惶。那女侠凭一己之力，力克了地煞，杀了鹿犬，一路直奔衡山，冲出了一条血路，毫发未损。到了衡山，在驿站打抱不平，设巧计引出了青龙主，截杀于衡山脚下，人人拍手称快呀！你倒是何人之后？据说是南刀之后。20年了，破血刀又重现江湖了。关于南刀传人的事儿，你们也听说了吧？当然听说了。这南刀传人，据说是位年轻的女侠，这可真是了不得。女侠虽然不假，但是绝对不年轻。不然怎么能拳打地煞苍狼，脚踢青龙主？所以啊，据我所知，这南刀传人是个5大3粗、肩扛大刀的壮硕大娘啊！您听到的那都是胡扯啊！我告诉你们吧，其实南刀传人他根本就不是人。什么？啊？你们想，这谣言害死人了！在世，在地煞狗和四象山组成了几千人的包围圈里，也不能那样吓你笑得直接含笑九泉了。打死青龙主吧！喂，阿飞，那是个青面獠牙，一掌就能拍死一头熊的大妖怪，是吗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昨晚没睡好啊？哎，我做了一晚上的噩梦。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，也会做噩梦啊？梦到什么了？啊？
我一会儿梦见沈天树带着一帮地煞狗，伙同着四象山青龙主他们一群人围攻我，他们组成了一个太极八卦阵。我又梦见我娘，她又在打我，她拿了一条腰一样粗的鞭子抽我，像抽陀螺一样，抽得我天旋地转，现在头还晕着。你说梦到那些人围攻你，倒也能理解。这你娘为什么要打你啊？大概是我这趟出门给她长了大脸吧。干嘛？你又想什么呢？如果你说话靠谱的话，哎，我说话怎么不靠谱了？你去看看那几个人，有哪个能像我一样，满天下的事情都如数家珍的？耳朵长嘴碎有什么好骄傲的？哎，按照你的说法，那我这个程度算是2流高手，对吧？状态好的时候算是吧。什么叫状态好的时候啊？你有听人家是怎么形容我的吗？说你连跳2级，击压顶尖高手，直接冲着1代宗师上去了。别的宗师都不值一提，个个都是胡子一把，孩子一帮的，这青春美貌上就远不及你。会说你就多说一点。总之给我听的呀，我都会给你跪下了。大家要不晓得以后呢，就专门给你赶车去，行吗？哎，你说你什么时候把那玉帝老儿给我捅下来？我下一个星期就有名字了，名字呢就叫做一代名侠周断刀的故事。我这刚夸完你，你就开始给我编鬼故事，信不信我把你爬到树上去？不信，你把我钉树上了，你怎么回48寨？你估计出了这个门啊，走着走着就走到南疆去了。我有那么不认路吗？像你这种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的大侠呀，恐怕到时候真的得去行乞了。大侠，你会唱齐帆的词儿吗？要不我临时教你几句，万一路上能凑个盘缠呢？你说沈天树会不会在背后阴我呀？怎么阴？昭告天下，说自己败在了一个黄毛小丫头手上。也是，他一个成名已久的大坏蛋，怎么可能这么大动干戈的对付我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小卒？实在是没必要。你不经常在江湖上跑，你可能不太知道。这大伙儿对地煞积怨很久了，每隔10天半个月都会有只苍狼煞被一个什么野孩子打得满地乱爬的谣言，连沈天树自己都计较不过来呢。一般呢，没有人相信。只不过啊，你这个情况有点特殊，巧就巧在，青龙主是真的死了。哎呀，那麻烦了。这要是传到我娘耳朵里，她怕是要打死我。我说你怎么还想着你娘的事儿呢？阿飞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这段日子你最好夹着尾巴做人，能不动手就千万不要动手，在回到48寨之前，也尽量装死，让别人传着去。只要你不露面，不闯祸，过一段日子他们就都忘了。我每次动手，那也都是因为被情势所逼，逼不得已，我才不得不动手的呀。以前在48寨的时候，顶多就一个李胜，一天到晚找我茬挑衅。我们这一路上，也没有听到你哥什么消息啊。哎，你放心吧，这乱世江湖上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你别太担心了。
等我吃完饭了，我要去送个礼，怎么样？跟不跟我一道？好呀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怎么到哪儿都跟宾至如归似的？我听你说这话怎么那么嫌弃呢？我这明明是本事，好不好？是脸皮厚吧？哎，你可别小瞧我这自来熟的本事啊！我呀是要饭练出来的。你要啥？要饭啊！我小时候啊，先生嫌弃我太娇气，功夫也不肯好好教我，让我身无分文的出去要了3年饭，还答应我说只要我这3年没有饿死，他就教我一身保命的功夫。你是有点娇气，你先生说的没错。别打岔啊！我正抚今追昔，摇忆当年呢。你，我小时候啊，在丐帮混过，虽然混得不怎么样。这丐帮啊，虽然自称白道，但这帮叫花子里有很多不是东西的滚刀肉。大乞丐欺负小乞丐，蔚然成风，很不友爱。唉，我看不下去，于是我沿街卖唱，唱小曲要饭，可比以前轻松多了。特别是我还十分的英俊潇洒。好了不起啊！你师傅没被诛9族吗？不是你自己要问的吗？说了你又不信。女人呐，女人？女人怎么了啊？啊？夫人，你醒了。看起来你已经恢复了，挺好。周匪谢过夫人救命之恩，快把手放下来。倒是千岁幽，我怎么觉得你有更好的东西要谢我啊？夫人真是冰雪聪明，千岁幽特献薄礼一份，望夫人笑纳。那好啊，你们俩跟我进来，我倒要仔细瞧瞧，你给我准备了什么好礼。之前没仔细看，今天才发现，夫人好像跟我之前认识的人哪儿不一样，整个人走起路来轻飘飘的，真好看。想看好看的，看我不就行了？看够了。干嘛这么看夫人？阿飞，我看她恢复的不错，心里高兴。太浅薄了。你看他之前走路那几步样子，表面上看是气定神闲，其实脚步啊却是微微浮游。是夫人底子好，才能几日便容光焕发，但是内里却是亏空了7、8成，不得再有大的损伤。夫人，怎么了？你确定要给我这本？我总觉得你是拿着别人的血泪来还我的人情。血泪算什么？哪有夫人的舍命相救更情义重大？何况血泪这东西，这自己吃了也是恶心，说给别人听也不合时宜。如今到了羽一班，也
算是物尽其用了。嘴可真甜啊！行了，我收了啊。这怎么看也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嘛，有着身子骨，单薄得很。我还以为李大哥会选一个男孩呢，哼，至少看着壮实一点的传人嘛。若都是以天生的资质为准的话，那这世人恐怕都止步于学与学步了，传人称不上，尚在勤加苦练的阶段。破雪刀也不熟练，只是在皮毛而已。你这说话的神态，真的跟他一模一样啊！哎呦，我只是刚看你说话那样子，就想起了当年我认识李大哥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大帮人啊结伴而行，然后我就问他你是什么师承啊，他也不大提，就告诉我没什么师承，就是祖上传下来一套刀法，还没大练熟。我心里就想，这是哪儿来的乡巴佬啊？自个儿家的刀法都没练熟就出来现世了呀？然后你们猜怎么着？他头一回出手的时候，把我们都吓傻了，是不是一样谦虚？我外翁性情温厚，虚怀若谷，他说的不熟练，必定是谦虚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我是真的不熟练，是没有一点水分的大实话。你体内的这两股真气啊，本来是极度相斥的，却能在你体内驻留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哦。